两只手做事的事情，我想都不要想。用人单位基本上不用那个残疾人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秋库啊，我身边是上海一位打工的独臂大哥，今天呢来采访一下他的一个人生经历啊。那个肖大哥啊，那我看你一只手不是挺好的吗？怎么会独臂呢？因为啥呢？我这个左手臂是那个神经线断裂。神经线断裂，对，是怎么弄的呢？是在以前在这个老家山东那边厂子干活的时候，就是说做这个无纺布的机器。当时在操作这个过程当中，下一次要改布的时候，那个布那边要拓宽，我在不停电的情况下，你没停电就去操作了？对，我是操作了，所以说在那时候说手让机器卷进去了，还好整个人没有卷进去，人卷不进去的，因为那个无纺布那个布特别薄啊，缝隙很薄。我能看一下吗？你这个手可以。你这我来帮你啊，你这个也不太方便啊。是的。哎呦，你这怎么这么紫红的？看一下。你这个伸不直的都伸不直的，因为啥？长期放在兜里边以后，它就没有动过，也没有按摩过。你这个手是冰冷啊，冰冷又硬，像块石头一样。对，冷暖不知。那你当时没有抢救？当时抢救了，因为啥？当时喊了一声停电，紧接着人家那个把机器停掉以后，我就休克了。休克了？对，太痛了是吧？感觉不到，没有痛，直接就是和昏迷过去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他们正在抢救。现在想起来特别害怕，特别紧张。现在还没有恢复，花了10多万。是接上了，但是功能还是没有功能，没有手臂功能，冷暖不知。那你现在所有的事情都一只手？还是一只手。就是习惯了也就好了。就是后面还试过什么办法了？什么中医调理啊、针灸什么试过吧？这方面也有，在老家比如说配那个中药酒，活血的、化瘀的。你当时你要针灸这一块吧，我不懂，我自学了一段时间，跟着我学会还行，还有效果。关键还是要挣钱，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去做，就断了，也没怎么治疗了，就是。对。这个不容易啊。那么后来又怎么来到上海的呢？因为家里因为孩子小，我作为家庭当中那个顶梁柱，我肯定要有这个责任，供让他们上学长大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我也要挣钱，我是只能到了大城市里边。那来上海的话，就觉得机会多一点。那肯定了，城市大嘛，包容性大。对，在上海找工作顺利吗？也不顺利，也是比较曲折。因为在哪里找工作，用人单位基本上不用那个残疾人。就是你这个手现在等于是残疾。你应聘过什么单位呢？我什么保安啦这样活，因为啥？我有一只手做事，两只手做事的事情，我想都不要想，不敢想。面试的时候，人家就会问你的。肯定要就会叫你手动什么的，对吧？对，包括保安人，别人都不要，保安也要检查这一方面的。那肯定的，包括消防这一块，还有安全措施，指挥车辆，对不对？你一只手臂肯定要不行的。就面试都通不过的。对，我现在找的就是说送外卖嘛。送外卖，因为啥？他不有经过面试，直接在网上注册。在网上注册以后，把身份证提交。你别说，现在上海的这个送快递、送外卖的残疾的其实非常多的。是非常多。因为这个行业的话，它很包容，就是给你们提供这个机会嘛。对，我觉得非常好。这个，我是一只手臂，只送小件大件吧就不让我送了。你们睡觉这也就是睡个5、6个小时吧，早晨吃一顿饭，晚上回家11点来钟再吃饭，中午几乎没有时间吃饭。那么肖大哥，你现在一只手等于是残疾的，你是独臂在送快递和外卖是吧？对，是的。你一天的话要送多少时间？大概从早晨我们顺丰是10点上班，到晚上10点下班。假如说你要是9点59、58分，那么是接了单子，或者就接个3单或者4单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大概要送完，大概得需要11点半，还要送12个小时。12个多。那我们都知道，这个正常的快递小哥啊，两只手送的话，就比你这样的要方便很多的。你一只手送的话，要开电瓶车，要拿外卖快递，很多不方便吧？应该是的。你看外卖还能差一点，快递不行，快递有的大件拿不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就不接了？不是说，因为啥？我主要是外卖。快递这一块吧，过去给那个快递帮忙，比如说双11啦、双12啦。或者那这快件多的时候给别人帮忙的时候给他们主管讲，我是一只手臂，他们会照顾我的。只是说只送小件大件吧就不让我送了。你现在主要送外卖？主要是送外卖。外卖的话，你得一只手要开电瓶车。对，习惯了就好了。估计也经常会摔跤之类的吧？这个摔跤的不会，就是说有时候也是让别人撞一下。
你自己小心。平衡把握不了哎，对吧？不是，对，都是说的情况下把握不好，也有一只手的原因。那你也说了，你是除了睡觉都是在跑这个外卖。去了就是送外卖的路上，要不就是说这在送外卖。你们睡觉这也就是睡个5、6个小时吧。我问一下，你这么辛苦的话，对吧？你一个月收入大概在多少？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吧。1万块钱左右，也就1万多一点，多不难。那在上海的话，你除去开销的话，还能剩多少嘛？对不对？现在我的房租是1200，再去租电瓶的是300，交话费也差不多100多到200块钱。因为啥？每一个单都要打2个电话，或者说最少得1个电话。哦，对，那吃饭也就是500-600块钱，也不太多。那我每天都要吃2顿饭啊，早晨吃1顿饭，晚上回家11点来钟再吃饭，中午几乎没有时间吃饭。也就是说饿得特别狠的时候，在不忙的情况下，也就是买2个包子，等那个红绿灯的时候吃掉就可以了。听说你还有个老妈要照顾？对，我母亲已经也是80多岁的人了，她前几年患了的是胃癌吧，胃癌动了1次手术。你开销的话都是你在承担着。那当然了，我是她唯一的儿子。哦，唯一的儿子。对，我母亲嘛，这从小就是对你很好，对吧？对，因为我老爸去世比较早，50多岁去世的。你妈一个人带你大的。对，哎呀，我也不想离开他，真的没有办法。那么今年又出来了。实际上你留给自己的钱没多少了，对吧？你还有儿子呢。对，对，还有老婆，对吧？对，今年53了。53了，对吧？不容易的。你妈妈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哎，蛮好的，气色蛮好的。多久了这个病？2021年吧。21年。那时候是什么期了已经？他属于也就刚发现，动手术挺成功的。比较早。比较早。那还好。比较早以后，万幸啊。也就是在家调养。猪肉是不让他吃了。猪肉不吃。叫他多吃点蔬菜，因为它是胃好消化的东西。对，遮风避雨就可以呗。谁也不讲究这一个，出门在外没那么多讲究。炒一次菜，差不多就吃4顿吧，1天多。因为让你来回炒挺麻烦的，浪费时间。那么大哥，你是一天要12个小时送外卖，对吧？对，等于是除了睡觉都在送外卖。对，而且你住的这个环境也是非常艰苦啊，对吧？我们看一下你这个1200块的出租屋，好吧，在一个农村。好的。大哥因为是一只手啊，那也是不容易的，这位大哥啊。这个是我住的小房子，一个农村的私房，里面你租了一间。对吧？对。这些东西都是我老婆做早点用的工具。你老婆在卖早点，上海这里。对，她现在还在老家，没有回来。层高还挺高的，这么高。但这个都是已经，对吧？很破败了啊！你睡你们两个睡一张床，这个厨房间都是在对一个房间里面的。对，在一块的。你在里面做饭的话，这油烟大不大？油烟不是太大，有时候炒一次菜差不多就吃4顿吧，1天多。我那个很简单，因为让你来回炒挺麻烦的，浪费时间。回来以后热的半凉的，吃了正好。哎呀，你这个也是。等我天热的时候放到冰箱里边。冰箱还是有的。对。上海的话，这个1200的房子也是最便宜的地方。最便宜的。也就是这样一个环境，对吧？哎呀，能住开就行。再说也遮风避雨就可以呗。谁也不讲究这一个，出门在外没那么多讲究。那么你一天送这个12个小时的话，你一个月休息几天啊？送这个外卖？按公司规定是休息4天。休息4天。但是呢，我不能休息。你不休息的？因为你休息1天，我1天就没有钱，休息是没有钱的。所以说是他们公司要求我们休息，但是我不是会休息的。你从来没休息过？从来不休息。哎呀，就说你今天是特地为了我拍视频请了个假。对。那么大哥未来有没有什么计划呢？还是一直打算这样子独臂送外卖，一直送下去？其实现在就是说我有我的想法，因为啥？随着年龄增长，因为送外卖以后，年龄大了以后手脚比较迟缓，本来就一只手不方便。那么说你在年龄大一点，发育比较迟钝，容易出事。对，所以说我也考虑别的一个项目。现在自媒体比较好，所以说看看能不能转到自媒体里面。可以，那我肯定鼎力支持你的。好，非常感谢王老师。到时候我们这个互相多交流啊。好的。我也希望能多帮到你一点。非常感谢王老师。